乌俄正式开打，普京几乎毫无预警哦，迅速的挥军哦。那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呢，其实已经有出现很多画面哦，包括你现在看到的是用导弹的方式炸掉了在乌克兰西方的一个城市的机场。另外有很多当地的这些记者陆陆续续也传出了很多民众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哦，很多地方有出现了这一些轰炸过的过程，那也有很多战车跑来跑去，以及民众呢开着车准备要逃离他们的家乡。但全部都在堵住在他们对外的重要这一些重要的一个干道哈，这些画面让大家看了触目惊心。连他们的首都基辅呢，其实在今天台湾时间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这个画面哈，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段哈，这个可以看到非常这个响彻云霄的这个警报声哦贯彻的哈，那其实也依稀可以听到他们在这个首都里面都陆续听到远方近方都有一些这个炮弹落击的这个声音哦，相当的骇人。那事实上呢，其实就是连美国的记者 CNN 的记者在当地做连线的时候，他昨天第一时间直接就听到了这个炮击的过程哦。我们来听一下这整个过程。Right here behind me. Yeah, I think it's relatively safe at the moment. Look, I've got I tell you what, I just heard a big bang right here behind me. I told you we shouldn't have done. Jacket right here. Let me just get it on. So Matthew Chance is live for us in Kyiv, Ukraine. Matthew,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you. 好，这位记者叫马修，他整个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哦，就这个直接听到了炮击的声音，而且不止一次。一开始还蛮远的，他还蛮镇定的，告诉大家哦，其实有一点远方，我不知道在方向在哪里。但连线到后面的时候，再来一声炮击，很近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就紧张了哈。那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这个副控里面的其他的导播说，我可能真的要好像蹲下来，认真的穿防弹背心哦。然后也发现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穿好了整个这个全副武装了哈。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第一线采访的人，就是胆子真的很大哈。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说，如果在连线的时候听到嘣嘣嘣炮击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比这个记者表现得更加紧张。另外有个最新先看到这个地方。中国大陆有一位叫做梅艾斯的人，他住在他住在乌克兰已经有长达21年的时间。他在2013年的时候在中国爆红，为什么呢？他写了一个帖子，那个帖子是要告诉大家在乌克兰怎么做中国的饺子。但是因为他媳妇太漂亮了，他媳妇呢就穿了比基尼在做饺子，所以这篇文就整个歪掉了，没有人在乎他做了什么饺子全部都说哇，这个乌克兰的媳妇怎么这么正呢他也因此爆红了，做了一连串的有关这个媒人相亲的这一些产业那过得很好，在乌克兰也是住在豪宅里面。但是最新的就是他一路拍了很多视频，这个是他在躲避空袭的时候。躲在地下室，然后很多人讲说，他是不止他的夫人，他身边每个人都是正妹，都非常非常漂亮当然他也有开直播，一路的开直播。他住的地方是哈尔科夫，是也蛮接近俄罗斯的地方，所以也是属于有被空袭的地方他有拍一个影片，他边走在户外面边跑的时候，就有这个导弹飞来飞去而且蛮接近的。然后他迅速的赶快躲到民宅。那第二段这个待会看到第二段。有很多空中白色的小点点，然后飞弹飞来飞去的声音那小点点其实就是空降的部队，所以其实他们除了轰炸重要的基地之外，兵都已经降临在这个乌克兰的境内了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梅艾斯，他有讲述他有一个法宝。可以保住他的性命，绝对没有危险。这个法宝是中华民国国民没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3段。Я увидела. Да не надо, не. 刚才一个导弹飞过去了。没想到在乌克兰经营了21年的生活，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现在不知道是要开始撤离，还是要怎么样。现在在等待大使馆的这个回复。现在在收拾东西。现在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本中国护照。真是希望到时候撤侨的时候能带上我们一家人。
刚刚你看到画面这一位中国的这个梅艾斯哦，事实上呢，其实他在情人节，也就是2月15号情人节的隔天哦，他都还 po 文哦。他说：“拜登哦，你根本就在蹭流量嘛，你根本没有不可能哈，这个根本不可能真的发生战争哦，甚至说我就坐等着普丁打进来，但没有想到哈，这个隔不了几天真的开打了，好，然后人现在一路的在这个逃亡跟避难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其实这个打的时间真的是蛮这个尴尬的哈，因为联合国刚好在开一个会议，要求俄罗斯应该要停止军事行动，结果这个会议开不到15分钟哦，嘣嘣嘣嘣嘣。”这些炮弹就已经进到了乌克兰的境内。那会开议的会场里面，乌克兰的大使直接跟俄罗斯大使2个人开干，因为这个会议是俄罗斯大使主持的，他直接拿手机骂他。刚刚你的国家对我国家宣战了，请你马上打电话回去。事实上不是宣战了，就开打了。好，并且在安理会上面宣誓，俄军不会轰炸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大使很强硬说，请你不要在发言时间提问哈。那事实上乌克兰好像看起来真的没招了。在稍早的时候，乌克兰说我想到一个方法，我们来提案把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一讲大家都笑出来了，他是常任理事国之一啊，怎么可能？然后中国又跟他那么好，两票就直接搞不好乌克兰被踢掉还比较快一点。那他们的总统泽伦斯基呢，现在状况就大家都在瞩目，全球在瞩目他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处理哈。他先宣布全国戒严，下达动员令。那刚刚最新的，他宣布跟俄罗斯断交哈。那他还甚至讲说，其实我稍早的时候打电话给普京，可是普京没有接电话哈。很多人担心接下来。他要么被抓，要不然他就可能会逃亡了，那可能会扶植新的政权。有一个状况比较复杂的是，现在传出俄罗斯已经拍出了很多导弹，还有这个非常最先进的这些战机哦，所以他们把重要的基地，尤其是空军的基地哦，几乎全部都毁掉了。可是乌克兰的军方说没有，我们倒是把俄罗斯这一些军机哦击毁了5架。还有1架直升机，只要他们进来，我们都让血流成河哈。但乌克兰的喊话也喊得很强烈，但是俄罗斯的军方已经否认这个讯息了。彬哥，你怎么看？其实哈尔科夫这个地方现在真的蛮危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在那边的话，现在俄军可能已经进入城市里头了。这个是蛮麻烦的。当然，之前有传出说，是不是有人直接空降什么上万的降落伞？目前有人说那个影片应该是假的，应该是旧的影片了，不是真实的影片。那可是现在就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某一些东西，我们就静待看整个局势怎么发展。可是呢，我可以讲，泽伦斯基真的是完全对战争没有做任何准备。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这两国。虽然是实质上交战状态，可是实际上呢，两国都互相没有宣战。一个叫做特种军事行动，俄罗斯自称自己叫特种军事行动，那泽连斯基只是戒严，他也没有去对俄罗斯宣战。那你是还寄望于能够和平解决吗？现在看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白宫早就已经讲了，白宫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军事介入。那你就没了。因为北约这些国家，美国都不去了，北约这些国家更不可能会去啊，所以你要靠西方的这些国家来帮你，已经没辙了。那在联合国这边更不要想，它本身俄罗斯就是常任理事国，它怎么可能听你的呢？所以本来再来讲，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泽连斯基要让步，也就是你不要再争取加入北约。结果这几天下来，他一直拖，还一直一下东想一个西想一个，好像一直死要拉着。这些下水，你知道今天早上泽连斯基还在讲什么？你知道欧洲大战要爆发了，可是他一讲出来，所有人都在想，人家就只打你乌克兰，他不可能打到我家，怎么可能会爆发欧洲大战呢？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不要再去空想说西方这一些国家会不会帮你，你应该是想怎么样照顾你的国民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大家都在预测泽连斯基到底要去怎么解决眼前这个局面。目前看起来俄军是宣称啊。因为他从哈尔科夫、从敖德萨、从顿巴斯地区，甚至从北边的白俄罗斯地区，全部都出来，只剩下西面一个地方可以逃。你其他等于4个方向，有3个方向已经被人家包围了，而且人家进展非常快速。它中间有一个第聂伯罗这样的一个军事要地啊，现在他们已经往那个地方进军了，估计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会被占领。因为俄军宣称他们48小时之内就会把基辅拿下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当乌克兰自己本身的军队缺乏抵抗力，因为现在有报道说乌克兰很多士兵已经放下武器回家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泽连斯基再不赶快做出决定的话，我觉得到最后人家直接打到基辅，恐怕会造成更多的生灵涂炭。大家好，我是谢耀洲，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哦，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拜托。